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今天去菜市场买菜，看到好多人都在卖佛手瓜。现在正是佛手瓜大量上市的季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佛手瓜长得特别可爱，像两只小手紧紧合在一起，像佛手一样，所以叫做佛手瓜。佛手瓜营养非常丰富，既可以当作水果生吃，也可以用它来炒菜吃。佛手瓜一般都是炒着吃或者煮汤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新吃法。这也是我们村一个90岁的老奶奶告诉我的，她用了这个方法很多年，现在腿脚依然有劲，精神非常的好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把佛手瓜的外皮削掉，这个步骤大家可以在清水中进行，或者是在流动的水下面进行削皮。大家都知道佛手瓜上面有一层粘液，沾到手上会感觉黏黏的，很不舒服，而且怎么洗都洗不干净。如果大家买的佛手瓜是比较嫩的，也可以不用削皮，带着皮一起吃，口感也是很好的。佛手瓜去皮之后，切掉头尾，将它整理一下，然后再切成4瓣。接下来再将它改刀切成薄片，记住不用切得太薄，也不要切得太厚，不然吃起来口感就不好吃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放入一个盘中，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，用手稍微的给它抓拌一下，这样子可以杀出里面多余的水分，同时还能增加口感，比较入味。抓好之后，先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。准备几瓣大蒜，先将它拍一下，再切成蒜末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。准备2个小米椒，将它切成小米椒圈，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几根香菜，将它切成小段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2片香叶，1块桂皮，真香又真鲜。现在往碗中加入200克的生抽，再加入2勺香醋，1勺食盐，1勺白糖提鲜，最后再加入1勺的高度白酒，去腥有增香。再把桂皮、香叶放入碗中，然后将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倒入锅中，开大火给它煮开。在煮的时候，用勺子将它翻动一下，用大火烧开之后，转小火焖煮15分钟。时间到之后，再将它倒出来，放入碗中静置放凉。汤汁放凉之后，再把里边的香料给捞出来。接着再准备一个可以密封的玻璃罐，然后用烧开的汤汁给它消一下毒，这样才能把里面的细菌给杀掉，存放东西也不会坏掉。消毒之后，再把里边的汤汁给倒出来不要了。这个时候的佛手瓜
里边的水分已经杀出了很多，将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倒出来，接着把所有的调料都倒入佛手瓜中，再将它们抓拌均匀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全部抓拌均匀之后，再把调好的汤汁倒进来，继续搅拌均匀。哇，佛手瓜这样子做真的是太香了。如果大家佛手瓜不喜欢炒着吃的话，可以试试这个新方法，做起来非常的好吃下饭，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辣脆爽，吃一口满嘴留香。佛手瓜用这个方法做出来非常的简单，而且存放时间特别的久，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保存1个月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。将它放入密封罐中，记住汤汁一定要没过佛手瓜，然后将它盖上盖子，常温保存或者是放入冰箱都是可以的。常吃佛手瓜好处特别的多，老话说得好，经常吃一瓜，不用把药抓。佛手瓜的营养非常丰富，老年人适量食用对身体是很有益的。吃了佛手瓜之后，能够促进人体的代谢，加快人体免疫细胞再生，对增强身体免疫力有一定的帮助。而且佛手瓜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，吃了之后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肠胃蠕动加快之后，可以防止大便干燥以及便秘的情况出现。常吃佛手瓜还有这3大好处：一能降脂，2能消肿，3能养颜。我们可以每天吃上几片，用来搭配馒头或者是搭配粥都是非常好的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